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众所周知，清朝呢是我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它的帝王陵群呢有两块，分别为清东陵、清西陵。之前我们在清西陵看到了雍正的陵墓以及道光的陵墓，都非常具有特点。雍正的泰陵是清西陵的第一座陵墓，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清西陵最后一座陵墓崇陵。这个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皇陵，它的主人就是光绪皇帝。光绪大家是熟悉的，不能再熟悉了。他3岁进入皇宫，38岁去世，相当于当了34年皇帝。不过呢，他一生可以说幸运，但是比较悲惨。幸运的话就是皇帝，悲惨的话就是基本上一生都是傀儡。他呢，最后由于戊戌变法失败，被慈禧囚禁银堂。他呢也比慈禧早一天去世，所以关于他的死因呢，众说纷纭，有说是自然病死的，有说是被慈禧毒死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陵墓，了解一下光绪的死因到底是什么。他这座陵墓的地宫是可以参观的。光绪皇帝叫做爱新觉罗·载湉，公元1871年出生，去世于公元1908年，清朝的第11位皇帝，定都北京的第9位皇帝。说到光绪，就一定会说到慈禧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。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，光绪呢是喊慈禧为亲爸爸。正常来讲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，光绪是要喊慈禧为伯母或者是大姨，就是说慈禧两姐妹嫁给了光绪父亲两兄弟。慈禧呢是咸丰的一个妃子，在咸丰去世之后，咸丰唯一的儿子同治，也就是慈禧生的，继承了皇位。不过呢，到了1875年，同治皇帝去世，没有儿子。在当时，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，就把同治皇帝的堂弟载湉过继给咸丰，继承皇位，这就是光绪皇帝。由于他比较小呢，就由慈禧和慈安两个人垂帘听政。光绪皇帝呢在皇宫接受教育。正常来讲，光绪呢是跟皇位无缘的，他最多只是一个亲王。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天上馅饼掉在他头上了。可能在当时，他们家族都觉得光绪呢是捡到一个便宜了，能当上皇帝。但恰恰这也是他一生悲惨的开始。他从小就在皇宫后面长大，一直是皇帝。不过呢，没有掌握权力，一生都算是傀儡，权力呢掌握在慈禧当中。最后是在1908年11月份去世。由于光绪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修建陵寝，这座陵墓呢是溥仪登基之后，在公元1909年开始破土动工修建，历经了6年后竣工。明清的帝王陵总体布局差不多，在这里前方看到的是一座石牌坊，也叫做石牌楼。我们经常说石牌坊看到的只是石头，而真正的话，石牌坊它其实还是有木构建筑的。你看中间这些颜色比较旧，就是原版留下来的，差不多100多年。而下面那些门呢，就是现在修的。在以前的石牌坊牌楼就是这个样子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吧。在陵墓里面看到完整的石牌坊、石牌楼是比较少见的，它是6柱5门5楼的形式。这个和我们前几天看的乾隆的御陵相似其实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。到了这一块，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了，因为清朝陵墓的整体风格都是一样的，小碑楼，然后后面呢是隆恩门、隆恩殿，这些我们都不用介绍了。我们现在就基本是直接去寻找地宫了。现在就来到了陵区的核心地方了，方城明楼下面就是地宫。光绪呢，尽管说他这里陵墓是最后一座帝陵，但是建造的确实也很豪华只是说它的面积小一点，该有的建筑都有，毕竟也是花了几百万两白银建造而成的。光绪是1871年出生的，去世于1908年。当时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修建陵墓，是到了1909年2月份，清政府开始决定修建光绪的陵墓崇陵。到了1913年，崇陵地宫呢先建成，光绪皇帝呢
和隆裕皇后一同葬入地宫，相当于是帝后合葬。到了1915年，崇陵建筑呢全部完工。现在准备去这个地宫里面看一看。我现在站的位置呢是在方城明楼的下面，这就是地宫的入口。清朝的地宫入口都是在方城明楼下面，特别是两边都有花纹，这就是典型的地宫入口的标志。我们之前看了乾隆的御陵是如此，你包括去看雍正的泰陵这一块呢也有花纹。崇陵的地宫是清西陵唯一被盗的，也是唯一开放的一座地宫。现在去地宫里面走一走了。光绪陵墓的地宫也是9门4旋，跟乾隆的地宫差不多。我估计清朝皇帝的陵墓应该都是9门4旋。它的墓道全长63米，面积呢350平米，跟乾隆的应该是差不多大。现在我们走的这个地方是有台阶，可能是为了方便游客行走，在以前的时候只是一个斜坡啊。清代的帝后棺椁就是从这个斜坡慢慢送进地宫的。我们现在行走的这一段应该称得上是墓道，还没有到地宫的核心区，因为从地宫的入口到地宫核心区中间是有一道墙的，我们俗称的金刚墙，算是地宫的最坚固的防线。这一块就是金刚墙的位置，在当时应该说金刚墙把地宫封住了。那么这么坚固，这座地宫是怎么被盗的呢？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个洞穴，这个就是上个世纪1938年有一伙盗墓贼通过这个洞穴、这个盗洞进入到这个地宫，把里面的物品盗走的。那么他这个盗墓贼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地宫的呢？我们比方说这里呢是金刚墙，当时呢盗墓贼就从那个琉璃隐蔽墙那里打了一个洞穴，一直到这个下面，打的洞穴的位置刚好就是在这个金刚墙的外面。然后到了这里之后呢，他又继续往下挖，比方说挖个50公分，挖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他又往前面挖，那相当于就在金刚墙的下面打着了一个通道，然后挖了一段距离，刚好呢覆盖了金刚墙之后，他就又往上挖，那这个盗洞就出现了，相当于是这样，先下来，然后再这样，再上来，一个 U 型的盗洞。那这个盗墓贼呢，等于是绕开了金刚墙，那到了里面的话，他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，这个盗墓贼呢，一定是熟悉这个陵墓的结构的，特别是地宫里面的结构，要不然他不知道那个琉璃隐蔽墙下面呢就是金刚墙。从而大家猜想，这伙盗墓贼很有可能是当时修建这座地宫工匠的后人。并且估计盗墓贼可能就是2个人。关于这伙盗墓贼到底是谁，肯定是没人知道，因为这也不可能有资料记载。光绪在这里安葬了25年就被盗了。后面是到了1980年6月份，文物部门呢对崇陵地宫进行清理整修，发现了很多文物，并且呢对国内外游客开放。它是迄今为止清西陵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地下宫殿，因为其他的没有被盗，那自然而然不可能去开放了。这就是地宫的第1道石门，也是非常高大。整个地宫是4道石门，8扇门，跟乾隆的地宫一样，它里面的很多雕刻都一样，只不过呢没有乾隆地宫里面那些佛像以及经文，而它这里呢每扇门上面也是有菩萨的，8大菩萨，和乾隆的是一样的。这个地宫的大门也是仿木结构的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这些就是门上的菩萨，8大菩萨嘛，意思跟我们在玉林讲解的差不多，一些美好的寓意。关键是这个菩萨非常高啊，达到了1.99米，神态庄严，很有气势威武，跟平时寺庙里面看到的菩萨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这是第2道石门上的菩萨，比较特殊啊，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是有胡须的，就证明是男菩萨，而其他几道门上面的都是女菩萨，包括乾隆地宫里面的菩萨也是女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其实说回来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以前最早的时候，菩萨基本上是男性的形象，只不过后面慢慢的演变，就变成一些女菩萨了。那么在这个下面还能看到巨大的石头，
这个是干嘛用的呢？是以前的顶门石，就是这个石门把它关闭之后，就靠这个石头顶住，就是在这里，一边是靠着门，一个是顶在这个里。盗墓贼他采用的方式跟后面专家采用的方式差不多，就是弄一根铁丝或者铜的，拐个角，把它伸进来，套在这个顶门石上面，然后往后推，这样石头倒了，大门就能推开了。整个这个地宫里面的石门都没有破坏，就证明当时盗墓贼进来大概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，也能够进一步的证明盗墓贼对这些手段还是比较熟悉的。整座地宫基本上都是用那些青白石砌成的，在最后面是第3道石门和第4道石门，在里面呢就是金铉，也是我们俗称的后室，光绪皇帝的棺椁就在里面。现在走过去看一看。从第4道石门进来之后，发现挺有意思的，这第4道石门把它推开，最后是跟墙壁平行的，那这样的话人们在里面走不会磕碰到，这当时设计建造的时候就可能考虑到了，因为石门要完全跟墙壁贴合，然后下葬的时候可能才方便一点，估计是这个原因的。在左边的棺藏上面是有2具棺椁，一具呢是光绪皇帝的，另外一具呢是隆裕太后的，帝后合葬嘛。这个地宫里面只安葬了2个人，这就是光绪皇帝的棺木，它上面呢涂满了朱红色的油漆，还雕有镀金的藏文和梵文经咒，以及万字不到头的底饰文案，跟乾隆的很相像啊。估计清朝皇帝的棺木都是一样的。在他棺木的四周还有龙山石，相当于是卡关石一样的。在棺木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块白色的，那是补上去，在1938年盗墓贼把这里砸破，进而呢去了棺木里面把那些珍宝拿走了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，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的。在专家1980年清理地宫的时候，发现了光绪皇帝的尸骨还没有完全腐烂。当时专家清理这个棺木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呢还有一些宝贝，特别是在棺木下面有一个金井啊，发现了很多珍贵的文物，就证明当时盗墓贼不知道这个地方。从这里呢也能够证明一点点，盗墓贼对这个地宫虽然说有所熟悉，但是他并不能够完全了解清朝当时帝陵的这种安葬制度。金井里面当时发现的有怀表、玉石等等。金井呢可以说是一座帝陵地宫里面最核心的地方，因为确定帝陵建造，它首先是确定金井的位置，然后才开始建造帝陵，相当于说金井是一个帝陵地宫里面风水最好的位置。在光绪棺椁旁边是隆裕皇后的棺木，在顶盖上面有一只金凤，特别是头上还雕有9尊菩萨坐像，但是这个位置我们可能看不清楚。隆裕皇后这个人呢，她是光绪的表姐，好像也是慈禧的侄女，她是由慈禧太后钦点嫁给光绪的，并且被立为皇后。尽管说她是皇后，但是一生也算是比较悲惨，因为她一直不受光绪的喜欢，也没有生下孩子。到了1908年，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，隆裕皇后呢就跟之前的慈禧一样，变成了太后，并且垂帘听政。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，在1911年，隆裕太后呢以宣统，就是溥仪的名义下诏退位，这就标志着清王朝的覆灭。到了1913年，隆裕太后去世，最后呢是和光绪合葬于这个崇宁地宫。我们再来讲一下光绪这个人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也有很多关于他的影视剧。他的一生都是傀儡。我们之前在河南看到汉献帝墓，说他是中国最悲惨的皇帝，他是亡国之君，一生都是傀儡。而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汉献帝不是最悲惨的，光绪才是最悲惨的。起码汉献帝呢最后是能够得到善终，而光绪皇帝呢他是当了34年的傀儡。到了光绪15年1889年的时候，他就结婚了，名义上呢开始亲政，但实际上
清朝的权力仍掌握在慈禧太后当中。到了公元1894年，日本呢挑起了甲午战争。当时呢，李鸿章那些人说对日本不要强硬，以战议和。但是光绪呢，他想有所作为，主张对日强硬，就是对日进行打仗。但是呢，清军最终失败了。光绪皇帝呢，被迫派李鸿章同日本议和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。在随后呢，光绪皇帝就决定变法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。但是光绪皇帝变法的手段不对，最终光绪皇帝被慈禧发动政变囚禁起来了，百日维新就失败了。到了公元1908年11月14号，光绪皇帝去世，隔了不到20小时，慈禧也去世了。那么在这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面，一直有人在怀疑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是不是还有别的那个秘密在里面？最终呢，在2008年，经过科学的检测光绪不是自然病死的，而是中砒霜而死。那到这里呢，大家应该都有所明白了。光绪呢是被谋杀的，那么谋杀的人到底是谁呢？这100多年没有人能够知道，只不过大部分人推测呢，很有可能是慈禧太后下命令的，因为慈禧对光绪是非常怨恨的。毕竟你4岁能够当皇帝，是我在培养你，我一生都在教育你，结果呢，最后你进行变法的时候，想要夺我的权，甚至想杀我，那慈禧太后肯定不干了。那到了公元1908年11月份的时候，慈禧的身体越来越不行，她可能感觉自己要走了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仍然惦记着光绪，因为在百日维新之后，光绪和慈禧呢，完全是变成了敌人的一种状态。慈禧呢，她也明白，如果她先于光绪去世了，那么之后光绪如果出来，很有可能会进行清算。那慈禧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提前把光绪毒死了。在不到20小时之后，慈禧也去世了，并且慈禧在去世前指定溥仪继承皇位，视为宣统帝。慈禧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她去世之后的3年里面，清王朝就灭亡了，她指定的溥仪也成为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。更有的就是慈禧万万也没有想到，在她去世20年，她的陵墓也被盗了。反正说到慈禧，大家对她的评价都不好，都在说清王朝灭亡是她要负很大的责任的。那对于光绪的评价呢，大家都同情他，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也确实是纵观中国封建王朝里面，光绪呢确实是挺悲惨的，当了34年的傀儡皇帝。可能有一些人会说，他中间不是掌握了一点点权力吗？其实所谓的亲政只是慈禧给外面的一种假象，实际权力还是在慈禧那里，只不过是说他想不想管，愿不愿意管的问题。那整个光绪的陵墓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